来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，海拔4014米的天空之城。您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啊？您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工作啊？啊。工作，2600。就这样。啊。这样。1年。你们。2年。哪年？2年了。5年。5年了。啊。今天又吃汤锅，点10分3千。这顿高原上的牦牛肉养生菌汤锅之后，我将和5天4晚的川西旅行团分道扬镳，他们继续前往新都桥、康定市，继续最后约2天的旅行，而我则将会在中途的理塘县提前下车离团，开始一个人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旅行。草原上的白塔，现在就离开团队了，开始一个人在世界最高层的旅行。再见，有点气喘。这个地方可能就是318国道啊。就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氧气吸氧制氧机啊，喘一口气，找一家那个有提供供氧的一个酒店，这样子晚上没那么辛苦，也能睡个好觉，明天才有时间，才有精力好好玩。就在318国道边上，相较居318理塘天空之城主题服务区，就在路边摇这个出租车了，刚才摇了一辆，它不停下来，距离我要去的那个地方。酒店有2.5公里吧，县政府在高原走2.5公里，啊，不去，打车没人接，哎，这还下起了太阳雨啊！理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，平均海拔4014米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3977米，比西藏的这个首府拉萨还要高300多米啊！你把开走了吧？那里有个虫草酒店嘛。那也可以去吗？走起路来真累啊！这318国道边的一辆3层的这个楼房，你看有人还在里面搭帐篷啊！哇，虽然太阳很毒辣，但是这个风是很凉爽的风，吹到来就感觉挺凉的，挺凉爽的。还是要慢点说话，不要大吼大叫了。哎，这里也有共享电车哦。这又是第2家这个吸氧的一个商店了，高原伴侣氧舱吸氧。我感觉目前我还可以，现在还没有这个头痛的症状。我刚到这边就摇到一辆车了，刚才在那边都打不到车。这里。咱们这边的这个起步价多少钱呀？5块钱哈。几公里以内算5块呢？1公里。1公里内啊，然后超过1公里，每1公里收多少钱？1块嘛。1块啊。最近这个理塘修了好多楼房哈，发展越来越好了。是吗？是啊。啊？你最想去哪里旅游？还没去过的？我去不到，我去不到嘛，我是挣钱嘛。我娃娃去读书去在啊。哦，娃娃在读书啊。哦。要挣钱养家。这个1个月差不多7、8千吧。这边好多人打车还用现金的哈。理塘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被很多人称为世界高城，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。位于四川甘肃藏族自治州，是川西高原上一座重要的藏族聚居地。而我来的时间呢，刚好遇上了当地1年里特别重要的季节——虫草季。
每年春夏交替的时候，周围高海拔草甸上的积雪逐渐融化，许多藏族家庭会前往海拔更高的山上寻找一种珍贵的东西——冬虫夏草。冬虫夏草并不是植物，而是一种真菌跟昆虫共同形成的特殊生命体，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的漫长，因此呢，也被很多人视为珍贵药材。在虫草季呢，对很多的藏族家庭来说，它不仅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一年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。在接下来几天，我走在理塘的街头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：有人刚刚从山上回来，有人坐在路边整理虫草，有人呢拿着刚刚采挖的虫草在售卖。就是在我眼里，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高原风景，但是对于当地的藏民来说，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。推着行李箱走了400-500米，赶紧把这个面罩摘下来，喘一口气。然后呢，我跟你讲一下哦。第一晚住了一个青旅啊，但是我把2个床位都包下来了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青旅的环境啊，我就看中它这里一个办公区域啊，公共区域，我觉得采光挺好的。刚开业的，这个是麻将桌，窗外好像是就是一个中学。理塘县呢还没有高中，所以理塘县的人要念高中还要去到更远的城市，比如说康定啊。去年吧，理塘县出了一个考上985大学的一个大学生，这对于整个理塘县来说都是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。这地方还挺特别的，好像常下太阳雨，一边是阳光明媚，一边是现在斑马线是绿灯啊，这个车也是不停的。如果你不走，它就不停。通常我按那个相机快门录视频的时候，我都是屏住呼吸的。然后刚才我拍那个牌匾，按完就拍完以后，感觉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。这个地方真的含氧量是有点低啊，据说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%不到。理塘县藏医院。看，斑马线都已经给汽车磨没了，看不清了。我在街上短短走了10分钟啊，我发现这里的人不管高矮胖瘦、富贵贫穷，手里面呢都拿着念珠啊，嘴里念念有词的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啊。几天之前，我还在一座现代化的、节奏飞快的大城市成都，然后突然几天之后来到这一片高原藏区啊，还是挺有冲击的。不是因为海拔，而是因为这里的人，街上有人转着念珠，轻声念着经文，有人能从寺庙的方向缓缓走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信仰在这里并不是寺庙里的仪式，而更像是一种融入日常的秩序，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最奇妙的是，明明人身处同一个国家，却像短暂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。原来在同一片土地上，人们是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时间、理解幸福、理解生活本身。快递也挺方便的哈，这个物流啊、快递啊，这理塘的年轻人呢，跟在大城市，比如说成都啊、广州的年轻人，在某一方面是没有差别的。比如说平时都刷手机、网购啊、看直播带货、刷短视频啊，有点喘，我说2句话。这里有点嘈杂，堵车了。这个喇叭声接二连三的响起，这里会车有点难度啊，太窄了。短短的几步路啊，又有一家快递。这一排都是快递店，这是第3家了。就是理塘县啊，也是在这个小山坡上建的一个县城。这是第4家快递了，申通快递啊，可以说国内所有主流的这个快递公司在这里都有落点。看一下啊，我自己看一下啊。
赛马礼堂欢迎您啊！礼堂好像是中国的赛马之乡，在今年8月1号呢，将迎来赛马节啊！那车辆不少哦。骑个共享电车吧，走路真的有点喘，有点累。现成的摆渡车吗？我这嘴好干啊！今天在路上听到好多人说，早上起来这个鼻子里面都干出血来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计费标准啊，起步价3.6元，那么呢，每超出1分钟就0.7元啊，那挺贵的耶。等于说你超出10分钟，你就要多收7块钱。现在去这个理塘县唯一的4A 级景区啊，叫乐通古镇千户藏寨。通常像平原城市，它这个电动车啊，它都是说每超出10分钟加多少多少元。那这个地方起步价之外呢，每超出1分钟0.7元，它不是按每超出10分钟算的，它是按每超出1分钟算的。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个，这个地方简单看一眼吧。这个藏式庭院啊，好像是成了这个民宿酒店了。从仁康街骑电车去这个乐通古镇千户藏寨。尼泊尔风情餐厅、尼泊尔国家馆、观光车乘车点啊，刚才那个县城的观光车啊，在这个县城的里面设了一些乘车点。哦，你看这边，每隔一段路又有一排藏经筒，我们能看到藏经筒上是有经文的。这个是藏医藏香馆即将骑出运营区，不给我往前骑了，只能把车停了。落在千户藏寨之中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是藏区贵族御用医师，传统跟现代的交融。一边是延续1000年的这种白塔信仰，一边是现代的城建的这个机器。看到那些金色屋檐的这个建筑啊，让我又回忆起2023年在香格里拉旅行的回忆啊。香格里拉呢也很像礼堂啊，它也是四周呢是那个铺着绿色草甸的那个连绵起伏的小山丘啊。你看，基本上一路都是爬坡的，但是这个坡不算很陡啊。放牧啊，牦牛、马，还有这个帐篷，逐水草而居。这个是1年才1季收成的这个青稞啊。放牧的时候吧，就是跟随这些草原行走转场啊。我挺喜欢看这些的。一方面呢，欣赏这种画面的美啊、颜色啊、线条啊；另一方面呢，好像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能够领悟到当地民族的这种生活的代表性场景啊、民俗啊、生活方式啊。红军啊，甘孜州吧，有17个县城吧，好像是，其中红军呢就走过15个，所以这边有很多英雄纪念碑。烈士陵园，藏族的这个唐卡啊，一种挂在墙上的画作啊，都是这个最典型的、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藏族的文化、民俗、风情。现代化，世界高层礼堂，此生必驾311，穿过礼堂站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在香格里拉，因为香格里拉是禁飞区嘛，我就想要努力走出禁飞区，拍一个这个俯瞰香格里拉城区的一个航拍镜头。然后我一路往这个县城往外的方向走，就是想要走到那个山坡上。今年8月1号，
也许呢我会再一次回来的。理塘赛马节啊，这也是一年一度里这里最隆重的节日，跟四川彝族的火把节一样。所以呢，到时候我们就能看到那种彪悍的、豪爽的、自由的，就是那种康巴汉子啊。这个电箱，两边是在这个山坡底下的一些民居啊。在那东山顶上升起一轮明月。说一句话，就是长句要分成短句，不然你都喘不过气来。你看这个理塘县藏戏馆，这个传统的藏式建筑啊。理塘藏戏，有这些书籍、一些饰品。中间是舞台的一个藏戏的表演，可能遇到节假日啊，或者是特殊的时期会有表演吧。墙上都是这个藏戏的一些图片。那比如说您建议我是几号来好一点呢？有可能找不到酒店，游客太多了。好的，好。从这个藏戏馆出来，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就是今年8月1号，大概是2个月后啊，我会再来理塘的。因为那个小帅哥说，今年的这个理塘的赛马节举办的非常隆重。这个是经济合作社，哇，这一户民居你看，建了4层，还没有落成竣工呢，就已经挂上房屋出租1楼、2楼的现在广告了。东山顶 ，Just delicious。他就走在那个屋檐边上了啊，没有那个防护措施了。整栋出租，经济不好，人们出游的机会频次都变少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又是以旅游经济驱动的一个县城，那么这些房屋能不能租出去，就看这个餐厅能不能做得下去，民宿能不能做得下去啊，酒店能不能做得下去。那归根到底还是有没有那么多的游客来这里消费。藏传佛教地区的塔通常是白塔，偶尔能见到很奢华的这个。Just嘞。哇，这个金塔好华丽啊！通常呢，人们在藏传佛教地区呢都是撞山、撞塔、撞佛寺，就是很多有宗教意味的。那么人们都喜欢撞，那么每撞一次呢，就像是积了一次的这个善业，去除一次的这个业障啊。我可以念这边念。谢谢你啊！我是山西人。我以为是进来这里要门票呢，他就站在一个门口的位置，拿着一个二维码。长青村科尔寺。因为藏区啊、高原地区啊，这个生存环境比较恶劣，生命无常，所以呢，宗教啊就提供了这种让人们有一个这种比较稳定的这个秩序啊，心理秩序，然后面对各种的。理塘县最著名的景点就是这个长青村科尔寺。可以登上金幡塔，骑马拍照。骑马到东山顶是理塘最具标志性的打卡点。马背漫游理塘可以为游客提供租赁藏装项目。
走的幕布不要错过。哎，从这里往前走大概一段路就能到东山顶了吧？是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于1580年创建的。走一走，歇一歇。到了，上来太值得了，虽然有点累。在川西地区，好像找一块像这么开阔的平地不多见，所以呢，但凡有一块很好的平地啊，有水源，通常都会落成一个县城。朋友们，我是从那个下面下来的啊，然后走了大概几百级台阶吧。左边的是那个科尔塔、科尔寺。然后，视线缓缓向右，就越过这个科尔寺的那个院墙，就来到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台上。哇，这个草绿的太可爱了，这个才6月，绿油油的，长得这么好。哇，朋友们，真的，这一幕就太值了。不只是礼堂啊，我们常来到藏区后呢，经常会在山坡垭口和寺庙周围看到挂满5颜6色的经幡。那么为什么经幡总是5种颜色呢？传统上，经幡的5种颜色通常对应着自然中的5种元素，蓝色代表天空，白色代表云和空气，红色代表火，绿色代表水，黄色代表大地。仔细看还能看到经幡上通常印着经文、佛像或者吉祥的图案。那么当地藏族同胞相信经幡呢，并不是挂在那里让人看的，而是让风去阅读的。风吹过经幡时，会带动上面的经文跟祝福，将平安、善意和祈愿随着风一起送往更远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在很多人的理解里，风每吹过一次，不只是经幡在飘动，更像是一次无声的祈愿被送向远方。为什么风吹会流泪呢？经幡山，傍晚时分，下午6点钟，经幡边上就是科尔寺，隐映在这个山谷的那个凹槽里面哈。里面有个小鸟在里面跳来跳去的，现在又是下雨，周边的游客都散开了。小鸟呢？从这个角度看，现在下雨了，我在这个还挺神圣的地方看到地上的垃圾啊，所以说啊，有时候就觉得人没有信仰挺可怕的，因为什么道德啊、什么法律啊，根本约束不了他们。啊，这雨越下越大了，又打雷，撤了。那个乌云好厚啊！哇，这一幕有点难以言喻、难以形容的感觉。下雨了，所有人都离开了，只剩下艳丽的云，还有飘动的风帆。
一头牦牛啊，不为所动啊，不被这些小雨给惊扰着，还在一如既往的慢慢悠悠的啃草。金方山下面一个玛尼堆，还有这个牛骷髅，上面一些石碑还刻了一些经文写的文章。航拍下的理塘县城并不算特别大，它被群山包围着，整座县城安静地铺展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。很多人因为世界高城这个名字认识这里，或者因为理塘的明星丁真认识这里，但理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海拔很高的符号。后来呢，我参观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博物馆，理解到理塘呢是四川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节点。那么过去呢，茶马古道上的人群啊、马帮啊、商旅，茶马古道上的人群、马帮和商旅呢，曾都会路过这里。山坡上的长庆村科尔寺已经静静在这里守望了400多年，寺庙呢与县城彼此相望，很多当地人的生活呢也始终围绕着它缓缓展开。山坡上风特别大，而且雨越下越大。现在这个山坡的那个房子这里躲一下雨，就在山坡上的一个居高临下的，未来这里可能也是很多游客打卡的一个网红餐厅吧，咖啡馆什么的，人们都从山坡上下来。又刮风又下雨又打雷的，这高原地区气候多变啊，前秒还是阳光明媚，下一秒就阴云密布的。理塘是世界最高县城，海拔这么高，那么它的饮用水哪里来的呢？理塘县净水厂。这一幕很让我想到香格里拉下山的路，一些当地藏民他们就靠着用马驮游客维持生计啊。那么下雨了，游客就没了，就把马牵回家了。加斯德勒，前面就是科尔寺啊，这里就是乐通古镇了。即便下了大雨了，人们还是很虔诚的，就是向着佛塔去礼拜，去念经啊。这雨越下越大了，真。先躲一下雨吧。理塘县历史建筑的门屋檐下啊，谢谢你接纳了我。其旁配建藏传佛教藏经房，是理塘县城内规模较大的一处。藏经房及白塔保存完整，藏经房目前正常使用，游客也可进入参观。该历史建筑是专业人士研究藏传佛教参拜活动及
外来游客体验的重要场所。白塔旁边有个小卖部，冲了啊！加斯德嘞，矿泉水。我买了这2个，你看，高原地区的很多的包装都是膨胀的，雨变小一点了啊。牦牛。听这上面了，没干不可。我也干不，俺不都是的，俺那也没这里，原来也过这么当个的，我只过了嘛，都几个人就可以。他等可能也过了，看上面俺那才中我真就过的，俺那才中不干就去的。原来你们这个嘛，他们。牧牛人他是吹着口哨的哈。嘿嘿。宗教跟生活。哪里能看到就是咱们跳锅庄舞呢？我们在这里拿音响，记好的话他们会穿那个我们自己那边的民族服，很好看。啊，理塘县图书馆，乐通古镇千户站在全国100家乡村旅游目的地。现在已经晚上8点半了，朋友们，天还没黑。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晚上的8点半，夜生活在这座高原之城徐徐展开了。